大家好，我是 Motoko。因为挡车的置物空间比较不足，为了增加收纳空间，所以这次想跟大家分享 CT5 加装的前后置物箱。前置物箱我是使用 Pelican 小型气密箱，它是一个专门生产气密箱和保护箱的美国品牌，具有防水、防尘、防爆和防冲击的功能，可以保护各种物品，包括 3C 产品和精密仪器等。箱子的外部尺寸长 21.3 公分，宽 17.3 公分，高 9.9 公分。箱子的内部尺寸长 18.5 公分，宽 12.2 公分，高 8.4 公分，重量为 0.53 公斤。箱子有一个自动气压平衡阀，在不同的大气压力下，可以自动调节箱子的内部压力，可避免在高处爆箱或是在低处打不开的状况发生，让箱子在任何的气压环境下都能打开。箱子的正面以及底部都有勒条强化，可以加强箱体的抗撞性，而弧形的箱爪设计更加强了缓冲效果。O 型的防水密封圈可以防水防尘，铰链的插销为坚固耐用的不锈钢材质。这次组装前后置物箱所使用到的工具是 Bosch 的无刷震动电钻起子，这款电钻轻巧方便携带，而且具有足够的扭力和续航力。我加工的物件大多是木头和金属，所以最常使用到的是3爪夹头以及6角夹头。根据不同的施工物件，可以更换适合的夹头。我先以结构图来说明组装前置物箱所使用到的材料以及详细过程。使用到的材料有 Pelican 外6角螺丝4个，滑丝4个，货架形状的橡胶垫1个，不锈钢形状的橡胶垫2个，不锈钢2片，拉帽4个。先将不锈钢片钻孔，因为钻孔后有毛边，所以用砂带机砂模。最后再装上拉帽加以紧固。为了避免置物箱和不锈钢片以及货架相互碰撞伤到烤漆，所以使用橡胶垫在接触面作为缓冲材，用纸板做出货架模板，将模板放置在橡胶垫上加以描绘，最后再剪裁成货架及不锈钢片的形状，将橡胶垫置于货架上，放上 Pelican， 确保和橡胶垫以及不锈钢片对齐，在适当的位置做孔洞记号，再将各个物件进行开孔作业，最后用外6角螺丝滑丝将所有的物件加以固定，就完成了。后置物箱我是使用 Torasco 所推出的限定版 Dumbo 纸箱人 Allen 折叠式收纳箱。这款置物箱有大小2种规格，我买的是小尺寸。置物箱的外部尺寸长 36.6 公分，宽26公分，高 28.4 公分。箱子的内部尺寸长 33.5 公分，宽 23.1 公分，高 25.4 公分。最大容量为20公升，重量为 1.35 公斤，最大承载重量为15公斤。为了偶尔的双载需求，所以研究了一下置物箱的锁固方式。置物箱安装了4个强力磁铁以及2个螺丝，螺丝锁在货架上，能让箱子更加稳固。我以结构图来说明组装后置物箱所使用到的材料以及详细过程。强力磁铁的部分所使用到的材料有 Dumbo 外6角螺丝4个，弹簧垫片4个，滑丝4个，强力磁铁4个。螺丝的部分所使用到的材料有外6角螺丝2个，弹簧垫片2个，滑丝2个，橡胶垫2个，滑丝2个，拉帽2个。小尺寸的 Pelican 放置在头灯货架上，跟车头搭配起来，不会显得太过笨重。轻量化的设计对于头灯货架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。置物箱里的物品有固定网、大力胶带、安全帽锁、Vera Torcheck Plus、Knipex 水管钳。
小尺寸的 Dumbo 置物箱无法放入全罩式的安全帽，所以主要还是用来放置其他的物品。为了偶尔的双载需求，所以设计了较为弹性的锁固方式，可以依照承载的方式来调整置物箱的位置。安装后不会影响到后座乘客的乘坐空间，但上下车时要特别留意，避免踢到置物箱。那 CT5 的置物箱分享暂时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